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，大家对它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，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让人纠结不已。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，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。那到底要不要装？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。1. 净水器。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、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，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汤圆很圆，当初功课没做足，只装了前置过滤器，没装净水器。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，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，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。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，还得买矿泉水，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，太费事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小妖歪，我家是新小区，又是高层2次供水，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，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。但说实话，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，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，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，还会造成2次污染。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，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，不仅浪费，还比较麻烦。后悔装了净水器，不如喝桶装水方便。小东建议，说实话，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，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，水垢较多，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，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，可以改善水的口感。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，不然买得起用不起，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。2.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、解放双手的神器，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，同时还能消毒、杀菌、存储碗筷，完全取代消毒柜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，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。我家当时水电结束，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，老公安慰我说他洗，后来啪啪打脸。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，越发的后悔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空空的2030，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，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，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。而且别管几个碗，也要听它哗啦洗1-2个小时，耗时又耗电。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，什么光亮剂、软水盐、洗碗粉，一个也不能少，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。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-8次，有点后悔了。小东建议，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，如果人口少，平时也不咋做饭，就没必要装。要是天天在家做饭，碗筷还多的家庭，就非常建议装。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%的饭后家务，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，洗得干净卫生，烘干后还热乎乎的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3.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，舒适感强，隐藏式安装，装修颜值也高，更节省空间，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向生活比个耶，我家房子本来就小，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，占地不说，还很不方便，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。后悔没装中央空调，这种贵机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是静静呀，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，6匹1拖6，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，一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。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，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，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，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，功能又少，维修还麻烦。小东建议，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，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。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，室内温控能力也强，舒适感是贵挂机不可比拟的。但中央空调压层高，维修难，耗电高，噪音大，也是实打实的缺点。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。户型小、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，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，性价比更高。4. 零冷水热水器。什么是零冷水？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有了这个功能，热水是即开即热，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最爱这小曲，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，没装零冷水的。厨房水管离得近，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，但卫生间离得远，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，等待时间长不说，还浪费水，有些后悔了。装了的人后悔，网友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，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，耗材大，成本高，是跑不掉的。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，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，
所以即使你不用，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，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，真的很糟心。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、电费的成本增加，装了不敢用，也真是心塞又无奈。小东建议，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。如果你家面积大，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，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，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。否则，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，不装零冷水省钱。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，有人把它们当成宝，用过直呼真香，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，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。因此，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，别白白花了冤枉钱，交了智商税。干了半辈子的家电销售，来说一说6种智能家电的选购技巧。建议看看1、指纹锁，有了智能门锁，出门再不用担心忘带钥匙，确实很方便。选购要点就看锁芯和开锁方式，锁芯选择 C 级的，安全系数最高。开锁方式满足密码、指纹、刷卡3种模式即可，追求全屋智能互联，推荐小米、路克、华为。追求性能在乎品质的，推荐德诗曼、凯迪仕、TCL。2、洗碗机，有了洗碗机可以提高生活幸福指数，彻底解放双手。选购要点就看容量和清洗烘干方式，容量买大不买小，能买13套的不买10套的，能放下大锅具才更实用。清洗方式首选喷淋式，喷淋臂越多，清洗越全面到位。烘干方式选择自动开门或热风烘干，性价比更高，能买变频不买定频，推荐买1级水效，分层洗、杀菌储存功能一个不能少。3、烘干机，有了烘干机可以彻底解放阳台，即使是阴雨天也不用再为晾衣发愁了。选购要点就看容量和烘干方式，烘干容量越大越好，建议10公斤起步。烘干方式首选热泵式，烘干效率高，干衣效果好。另外，能买独立式的干衣机，不要买洗烘一体机。追求性价比的，推荐美的、海尔、小天鹅；追求性能的，推荐西门子、松下、LG。4、投影仪，小空间也能投出大屏幕，在家也能感受到电影院级别的沉浸体验。选购要点就看分辨率和亮度。首先，标准分辨率不要低于 1080p， 流明亮度至少在2000 ANSI 以上，画面才够清晰。显示技术首选 DLP， 性价比高，高端机型推荐3声 CD。追求性价比，推荐当贝、吉米、坚果。预算8000元以上，推荐明基、爱普生、奥图玛。5、智能马桶，用过的人都说好，干净卫生，如厕舒适。选购要点就看加热方式和水路。加热方式记住选即热式，活水加热才干净卫生。水路选择双水路，不选单水路。双水路人体和冲水是分开的，能买带水箱的，不买无水箱的，冲水水压更稳定。追求性价比，推荐恒洁、九牧、箭牌；追求品质的，推荐 TOTO、科勒、松下。6、扫地机器人，有了扫地机器人，在家也能轻松做家务。选购要点就看吸力和导航模式。首先，吸力买大不买小，选择2200帕以上的，清扫能力更强。其次，选择激光导航的，灵敏度更高。另外，能买扫拖一体机，不买单一功能的。续航时间要选择大于2小时以上的。品牌方面，推荐首选科沃斯、石头、云鲸。现如今，大家电经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升级以及更新换代，新的产品功能更多，让我们使用体验感更好。但是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老款家电产品，你可能以为它们早就被替代或淘汰了，可市场上依然能看到它们的存在。而且你去逛家电市场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没有淘汰，甚至某些老款产品甚至还是销售的主力军。本期和大家说一说传统式的5款大家电。1、定频壁挂式空调。目前的壁挂式空调大多数是变频式，相比于传统的定频式空调，变频式分体机有很大的优势，比如制冷效果好，控温精准，不会出现温度波动，让人体觉得不适，而且噪音低，静音效果更好，长时间开启，更加节能省电等等。但是目前传统的定频式空调依然没有被完全替代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性价比高，价格方面至少比变频式空调便宜20%至30%左右。其次，定频空调的技术比较成熟稳定，所以故障率低，而变频式空调内部控制电路较为复杂，对于零件的要求更高，因此故障率也增高了，而且维修价格贵，也比较麻烦。另外，
变频式空调只有长时间使用，至少在连续工作6小时以上，才能达到节能省电的优势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日常使用空调时间较短的家庭，建议选择价格更便宜的定频式空调，反之，尽量选择舒适性更高的变频空调。其次，客厅选定频，卧室选变频，性价比更高。因为我们在卧室的时间相对较长，而变频式空调长时间使用也更加节能。2. 顶吸烟机，过去家家都是顶吸式烟机，外形美观，款式多样，但如今已经被新式的侧吸烟机以及集成灶盖过了势头。但是不可否认，今天的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依然有市场。侧吸烟机的出现，主要解决了顶吸烟机油烟过脸的问题，而且侧吸烟机离烟机口更近，所以排烟效果更佳。其次，侧吸烟机不滴油、不碰头也是它的最大卖点。但是侧吸烟机的弊端是噪音大、价格贵，而且比较占空间，样式也没有顶吸式那么好看。集成灶采用的是净吸侧排，因此它吸油烟的效果更强。而且集成灶属于集成电器的一种，在满足烹饪和排烟的基本功能外，还增加了蒸烤、消毒、洗碗等功能，属于一机多用。但是集成灶的缺点是价格比较贵，质量好的基本都在5位数以上。其次就是维修难度大且成本高。顶吸烟机虽说有滴油、碰头的现象，但优势也比较多，比如价格更亲民，1-2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产品。其次，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，对于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扩散油烟，它的控烟效果更佳。另外，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产品技术成熟，噪音小，维修率低，使用寿命更长，因此还是有很多家庭去选择的。小东建议，集成灶外形时尚且功能多，比较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。如果厨房空间大且经常做饭的家庭，建议选择顶吸式烟机，担心油烟过脸怕碰头，可以选择侧吸式烟机。3. 涡轮洗衣机，如今选择滚筒洗衣机的家庭越来越多了，主要是因为滚筒洗衣机对衣物损伤较小，而且功能多，比如除菌消毒、加热洗、洗烘一体、智能预约等等。另外，多种洗涤模式更能满足我们对不同材质、面料的清洗方式。相较之下，涡轮洗衣机就显得有点落伍了。不过，了解洗衣机行业人的都知道，目前涡轮洗衣机依然是销售的主力军，主要原因在于涡轮洗衣机便宜，中高端产品不过在1-2千元，而滚筒洗衣机入门级产品也要在2000元起步。其次就是功能少，操作简单，就因为功能单一，反而更不容易坏。像我家一台老式涡轮洗衣机已经服役8年多了，工作起来还是一点毛病没有。另外，涡轮洗衣机因为是上翻盖设计，因此使用时不需要弯腰拿取衣物，对老人和孕妇更为友好。小东建议购买洗衣机，不管是涡轮还是滚筒，尽量选择容量大的，因为毕竟平时还会洗个床单、被罩等大件衣物。其次，想要性价比就选涡轮，对洗涤衣物要求高就选滚筒。另外，洗烘一体机不能完全烘干，性价比不高，不如直接买个洗烘套装更实用。4. 电热水器，现如今只要家里开通了燃气，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安装燃气热水器。燃气热水器体积小，更加节省空间，热水即开即用，而且可以不间断的使用热水，满足了家庭人口多、大水量和多点用水的需求。但是，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依然没有被完全取代，究其主要的原因，还是在于它超高的性价比，价格占主要优势。普通的电热水器不过在几百元，而热气热水器最便宜的也要2000多。而且，燃气热水器想要解决洗澡水忽冷忽热、水温不稳定等问题，就要增加冷凝水、水量伺服器等功能。这样的高端机型往往要卖到5-6千元，甚至更高。所以，对于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，电热水器还是他们的第一选择。小东建议购买电热水器，安全性放在首位，因此3级漏保、防电墙这些基础保护功能必须要有。另外，主流的是搪瓷内胆，但它们应用的涂层却有所不同。建议大家选择有涂层专利的内胆，具有更出色的防锈蚀性能，能够更好的保护内胆。5. 制冷冰箱，制冷冰箱制冷方式较为原始，是通过蒸发器和冷凝管来实现制冷效果的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冷过程中会结冰霜，需要手动定期清理，非常麻烦。你以为它早该被淘汰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并没有。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风冷冰箱，风冷是采用主流先进的冷风式降温来实现制冷，优点是制冷效率高、速度快，而且不会结冰霜。
另外，内部温度分布均匀，温控更精确，所以食物保鲜效果也好，不会产生异味。但是风冷冰箱的价格要比直冷冰箱贵很多，而且噪音大，特别是使用几年后。而直冷冰箱结构比较简单，耗电量也非常小，维修率也低，因此依然有它的市场。小东建议购买冰箱，目前制冷方式选择混冷，要优于风冷，风冷优于直冷。另外，选择双系统多循环的，比单循环的保湿和保鲜的效果更好，食物也更不容易串味。其次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尽量买电频，不买定频，噪音小，耗电少，但价格肯定也会更贵一些。说在最后，虽然现在新型家电产品功能丰富，但其实很多附加功能华而不实，只为了增加产品噱头，卖高价而已。别看老款产品功能单一，但还是能满足基本功能，而且结构简单，更不容易坏，使用寿命更长。关键是价格也相对便宜，所以依然有它的市场，且无法替代。有哪些家电是你觉得买前科技感爆棚，用后谁买谁是大冤种的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式家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中确实有不少产品凭借自身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痛点，比如智能洗碗机、扫拖机器人、智能马桶等等。但也有一些产品所谓的技术性创新，实际上完全是营销噱头，虽说也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没火多久，销量就跌入谷底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款家电曾被吹捧上天，如今却沦为笑柄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储水式管线机。管线机在这几年里可谓是风靡一时，所谓的管线饮水机其实就是过去桶装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只不过外形更加小巧，不占地方，颜值也高，而且比传统烧水壶更加方便。不但水温可调节，而且可以设置温度，无论是冬天泡茶还是夏天喝冰水，都能随用随取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其实管线机的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，很多人买之前都以为它是没有水箱的，等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发黄有异味，打开盖子检修时才知道是带有储水箱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也是管线机天生的缺陷，水箱不能彻底清洗，管道日积月累，越用越脏。话说回来，大家愿意花大几千块投入管线机，说白了无非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，连这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真心不冤。2. 激光电视。其实自打激光电视问世以来，就一直争议不断。说实话，早期凭借其高颜值的抗光屏以及更护眼的卖点，还有大尺寸画面等优势，在前些年确实也受到不少追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追捧。但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，现如今早已经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并不是价格虚高导致的，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说到底，我认为实在是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。这么说吧，你别看它叫激光电视，但内行人都知道，说白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。也就是说，投影仪亮度低、抗光性差的缺点，它全部继承下来。作为一个观影设备来讲，要说画质的清晰度以及色彩的对比度，那和液晶电视更是没法比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上万元的产品居然还不是真 4K。很多人发现花大几万的产品买回家，白天稍微有点光线的时候还得拉窗帘，不然根本看不清。所以说如今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其实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说白了就是一台机器，兼顾了洗衣和烘干的2项功能。关键是价格还不贵，与洗烘套装相比也更加节省空间，一度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小户型的首选。但很多人买回家用过之后就直呼上当了，主要原因就是缺点太多，鸡肋得很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也就算了，耗时还很长。其次，你别管几件衣服，连洗带烘，动辄1-2个小时。还有，它的烘干效率也不高，搭载的还是最老式的冷凝烘干，烘干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还有，这种一体式的机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绒毛过滤器，这就导致它的风道特别容易脏，清洗也比较麻烦，特别容易造成衣物的2次污染。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如今也沦为家电行业的笑柄。4. 顶侧双吸油烟机。这种外观形似7字形的新式烟机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一套烟机拥有2套动力系统，既兼顾了顶吸烟机的美观性，同时还具备了侧吸烟机排烟能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烟机的排烟效果和美观性确实都有提升，但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，也就是说噱头大于实用。
就比如所谓的顶侧双吸，实际上油烟没扩散前就被侧吸口吸走了，根本到不了顶部，上面的顶吸配置就显得很多余。另外，工作时同时启动双系统产生的噪音非常大，体验感非常不好。还有就是双系统的烟机，因其结构复杂，导致故障率非常高，维修更换的成本也高，而且自身的售价也不便宜，与技术成熟、性能稳定的传统烟机相比，实在无优势可言。所以如今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。5. 空气能热水器。空气能热水器是一种新式的集水加热的电器。所谓的空气能，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过去的太阳能热水器有些类似，前者是靠太阳光吸取热量，后者是利用空气提取热量。这类热水器主打的卖点都是节能环保、安全舒适，但很多人买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发现是真的不好用。首先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过低，就无法发挥它的长处，而且冬天使用时需要开启电辅热，导致特别耗电。另外，技术也不如电热和燃气成熟，故障率高不说，维修也麻烦。还有就是市场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-6千元，还是品牌的基础款，因此普及率不高，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俗话说得好，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装修房子也是如此，要学会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尤其是买材料，千万别死心眼，啥东西都挑贵的买，白白当了冤大头。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性价比，啥东西都挑便宜的买，导致装修品质大打折扣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，告诉你装修哪些地方可以省，哪些地方不能省，这样才能保证既节约成本，又能把家装好。1. 装修6个可以省钱的地方。1. 瓷砖可以省。市面上100-200一片的瓷砖都是给有钱人家准备的，普通家庭装修根本没必要。瓷砖这东西没啥技术壁垒，也不涉及到环保，所以千万别买太贵的。选产地广东的，选花色，挑纹理就好了，只要硬度和平整度达标，找个手艺好的铺贴师傅，几十年都用不坏的。2. 乳胶漆可以省。买乳胶漆你记住，只要不是假货、翻桶漆，质量就没问题。咱就买个品牌的基础款，市面上500-600块一大桶的就已经很优秀了，基本上都具备防霉、抗碱、耐刷洗能力。那些打着净味、竹炭、除醛的5合1、8合1，其实就是换个包装、改个名字卖高价，对涂刷效果没啥影响。3. 集成吊顶可以省。厨房和卫生间的集成吊顶根本没必要多花钱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给顶面管线遮丑用的。咱就买个300×300规格的铝扣板最实用，价格在100多一个平方就能买到，厚度选0.6以上的，挑个哑光面的，档次更高，也容易打理。这东西入住后也不会去踩，也不会去碰，根本用不坏。所谓的蜂窝大板虽说颜值高，但价格也不便宜，入住后你也不会抬头看，根本没必要。4. 灯具可以省。都说灯具是个暴利行业，还真不是危言耸听，尤其是线下实体店，溢价高的更是离谱。随便一盏带点造型的水晶灯，动辄就敢卖你2-3千。所以买灯具千万别去当冤大头，咱就选择网购，认准广东中山产地，质量靠谱，价格还便宜。另外，选灯具切记要以实用性为主，尽量避开那些造型夸张、积灰不易打理的网红吊灯或是水晶灯。5. 窗帘可以省。窗帘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块遮光布，重要的是选布料，而不是看品牌。说句扎心的真相，你花很贵的钱买到手所谓的品牌窗帘，就是在交智商税。因为窗帘商家自己也不生产布料，都是批发布料回来，再贴上自己的商标卖给你而已。所以买窗帘品不品牌真的无所谓，想省钱就直接网购，认准产地绍兴河桥，挑对布料和颜色就可以了。客厅选棉麻，透气性好；卧室选涤纶，遮光性好；颜色选纯色，更百搭。6. 卧室床可以省。很多人买卧室家具都搞反了，把钱用错了地方，舍得花上万块钱买个床，却不舍得花几千块钱买个床垫。要我说，卧室床花的钱再贵再高档，它也不过是个床架而已，好看大于实用。所以千万别去花那冤枉钱，选个2-3千块的实木床足够用了。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床垫，毕竟躺着舒服比你看着舒服更重要吧。2. 装修6个不能省钱的地方。1. 木地板不能省。相信我，如果想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，买地板就一定不能省钱。抛开质量不说，关键这东西涉及到环保问题。咱们都知道，木地板含有胶水，有胶必有醛，一旦甲醛超标，后果很严重。特别是铺了地暖的家庭，冬天暖气一开，甲醛会成倍释放，所以千万得重视起来。
建议打算装修木地板的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实木多层或者纯实木地板，环保等级务必要买10级以上的。2. 腻子粉不能省。很多人对墙面腻子粉不太重视，觉得它不过是墙面找平的基础材料，不会影响装修效果。但事实上，它不仅对墙面的防潮、抗裂起到决定性作用，而且内行人都知道，腻子粉选不好，甲醛吸到饱。所以腻子粉对后期入住影响真的是非常大，千万不能马虎。腻子粉建议你首选品牌耐水腻子，比杂牌腻子粉没差几个钱，关键是上墙施工不用加胶水，更环保。3. 马桶不能省。如果你家老房子的马桶经常出现下水堵塞、反味甚至漏水的情况，再买马桶你一定不会省钱。马桶作为卫生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洁具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不仅会影响生活，关键还会堵心，影响心情。所以听我句劝，在你预算范围内买最好的。好的马桶，桶釉面厚且光滑，不会发黄、挂污渍，也杜绝了经常冲不干净的烦恼。4. 开关插座不能省。凡是家装涉及到的隐蔽工程以及用电安全的材料都不能省钱，尤其是开关插座，每个家庭的用量不小，少说也得50-60组，它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。在这个项目上省小钱，就是给你未来的家埋下安全隐患。所以建议选开关插座一定要认准大品牌，选择正规渠道，确保家中的用电安全。5. 断桥门窗不能省。房子装修，家里的物品和家具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居住环境是否舒适，而门窗恰恰是决定舒适性的关键。特别是封阳台、换窗户用到的断桥铝门窗，家里的保温性、隔热性以及隔音降噪性都取决于它的质量。所以想要入住后的生活质量提高，断桥门窗一定要舍得花钱。有条件的建议直接选系统门窗，预算一般的家庭建议选择700元以上的普通断桥窗。6. 找装修公司不能省。装修行业坑多水深，鱼龙混杂，如果你打算找装饰公司装修，千万不能省钱。特别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公司或是不专业的游击队，别看装修价格便宜你就动心了。要知道，装修行业只有保障合理利润的前提下，才能确保后期的施工质量。没有利润的情况下还同意给你家施工的，那只能偷换材料，以次充好，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。所以打算找装修公司的，一定要认准知名大品牌。当然，不想踩坑又想省钱的，也可以考虑自装。现代人装修比较看重客厅和卧室，觉得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卧室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。而老一辈装修更讲究金厨银卫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日常使用频率高，反而比客厅和卧室更加至关重要，马虎不得。因此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厨房装修的一些良心建议。若在装修，厨房一定坚持7不装，不是怕多花钱，关键是真难用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，耐心看完，让你的装修少留遗憾。1. 厨房不装凉坝。夏天的厨房室内温度最高时可达到30-40度，在里边做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，一顿饭下来汗流浃背。很多人想降低室温，会选择安装厨房凉坝，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安装在头顶上的一个电风扇，功能很鸡肋，并不会像空调一样有制冷的效果。比如厨房油烟的热空气上升到顶上，然后又给凉坝吹回来。总之，凉坝名字很霸气，但效果一点不良。改进建议：厨房想要真正降低温度，目前只有厨房专用空调能做到一步到位。这个设备除了价格贵，没其他毛病。如果预算有限，我只能说夏天很短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2. 不装双槽洗菜盆。对于厨房到底安装单槽还是双槽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。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干净卫生，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选择大单槽更适合，因为双水槽一般都比较小，比较大的锅具没办法放进去，就会导致使用时洗锅水到处溅。如果选择大尺寸的双水槽，又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的空间。改进建议：厨房选择大单槽，搭配个沥水篮，同样可以兼具双槽一边洗碗一边洗菜的功能。另外，对于安装方式，更推荐做台下盆安装方式，不用再担心台上盆打胶处发霉问题，而且台面积水一擦即可，卫生也更方便打理。3. 不装烤漆或肤感膜柜门。这两种材质的柜门虽说质感好，看起来更有档次，但是都有致命缺点，比如烤漆门就是容易磕碰，不耐划痕，而且如果你家厨房光照强，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不均匀的褪色，严重拉低颜值。肤感膜柜门的缺点就是极其不耐脏，厨房是油烟的重灾区，这类材质一旦碰到油污和水渍，
很容易留下印子，而且还难处理。改进建议，小东更建议大家选择双饰面材质做厨房柜门，价格便宜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这类材质颜色款式选择多样，而且耐光照、易打理，性价比最高。如果追求档次，可以选择高光或哑光的 PET 材质，同样具备烤漆的质感，而且耐用性也更好。4. 布装调味拉篮。调味拉篮似乎成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标配。乍一看，每次炒菜时，各种调料一次排开，好像很方便。但是真正用过才知道，实际上每次到最后还是会顺手把它们放在台面上，实属鸡肋。而且这种多功能拉篮对于地柜的承重也是个考验，时间一久，很容易出现脱轨和抽拉卡顿等问题。改进建议，经济条件允许，建议把地柜多做抽屉，收纳能力比调味拉篮好，关键是价格还比它便宜。如果预算一般，不如直接做隔板，都比安装鸡肋不实用的调味拉篮强。5. 吊柜不装上翻式或玻璃门。当初想着吊柜做平开门太普通，没什么特点，于是设计了上翻式吊柜。为了突出效果，把普通门还特意换成玻璃门，里边加装了氛围装饰灯，为此多了1000多块钱。刚安装完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真正用上才发现完全是多花钱给自己找罪受。首先就是这种门翻上去容易，再想翻下来就比较困难，平时拿取个东西很不方便。另外，玻璃门不但不好打理，而且因为玻璃是透明的，里边一旦摆太多东西，看起来就会很乱。改进建议，厨房的橱柜设计一定是实用性大于颜值，不要为了好看的效果而忽略了日后的使用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柜门还是选择普通的平开门更实用。6. 不装仿古砖或小规格瓷砖。做过装修的过来人告诉你，厨房一定不要装仿古砖，虽然花色好看，防滑性也好，但是仿古砖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藏污纳垢，一旦滴上油污和水渍，卫生很难清理。另外，很多人家里厨房小，为了追求效果，会选择小规格瓷砖。咱先抛开人工费多，后期美缝费用高不说，最主要的是小规格瓷砖缝隙多，后期一定是油污重灾区。改进建议，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，务必要考虑日常卫生清洁问题。对于瓷砖，首选釉面砖，抗污好打理。地砖更建议选择客餐瓷砖，通铺到厨房，视觉效果更美观大气。墙面建议选择300×600尺寸，横铺效果最佳。另外，想节约省钱，为橱柜遮挡部分可以用花砖或隐形砖代替。7. 不装大理石或不锈钢台面。天然石材大理石虽说纹理自然，装饰效果更好，但致命缺点是天然石有孔，容易渗色，而且很难清洁。另外，大理石硬度低，韧性较差，会开裂，搞不好你哪天剁个排骨，骨头没断，台面可能碎了。不锈钢材质虽然防水、防潮、不沾油污，但是特别容易出现划痕，平时切菜或剁个肉馅磕碰出坑，几乎不可恢复。一旦台面花了，颜值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改进建议，对于厨房台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人造石英石，有易清洁、不渗色的特点，平时也不需要特别保养，而且价格也适中。如果实在追求装饰效果，可以选择岩板。可以说，岩板是哑光大理石的最佳平价代替品，但要谨防一些陶瓷大板冒充。结语：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所以说装修中厨房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地方。一个好的厨房不单单是好看，关键是还得好用。装修细节的好坏，往往也直接影响着入住后的生活品质。